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坠落凡尘的红莲，一剑划破日月，用血千万遍与我为己，生命所见。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越过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负起天下的真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让见证一世化改变。这是真的吗？我母亲爱过桑琪，她是为温养混沌珠，被迫嫁给父亲的。秋民，都听到了，全都忘了。回去。都说小别胜新婚。 反正你在外面设了结界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不如……你这一去未免久了些，等不到你，我本想先睡了。你既已回来了，如何？继续吗？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无法时刻都看护着你。我先送你回幽雪城。 幽雪城啊？怎么，你又要将我关回冰牢吗？不会，没有人能将你关入冰牢，谁也不行。可是谢雪晨，桑琪逼我帮他找混沌珠呢。先跟我回幽雪城。 我会想办法解开灵犀的。谢盟主最好不要强迫他去雍雪城，否则尊上留在他神魂中的灵犀会立刻要了他的命。已经还能修炼出投影。 你们难道以为这化影丹只能用一次啊？他怎么会来？师父为何改变了计划？这谢雪晨的剑气真是不容小觑。我好不容易练成的投影，用了一次便废，真是可惜。玉影这个蠢货，怎么把我也关进来了？这是谢雪晨的贪欲牢笼，我为什么会进他的贪欲牢笼？真不愧是雍雪城城主，
心心念念系着这破山。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看看他如今的贪念是什么吧。住手！父亲，我赠你万仞，要你以剑护佑天下。你让我失望了。我让你在问血崖闭关，灭去心中杂念，你又让我失望了。你还记得当初是如何对我说的吗？不顾道心，永不下山。既然知错，为何不改？曾经的人族是没有神窍的，我们无法修炼灵力，只能仰望天上的神族，祈求他们的庇佑。神窍是神族的馈赠，你天生实窍，受天地所钟，却因一己私情乱了剑心、道心。我不明白，父亲，我真的不明白。我可以为天下苍生而死，可以守护天下百姓百年千年，我为何不能也爱一人呢？不可救药。他是你的欲望，也是你的心魔。杀了他！那不过只是一道幻影，你也舍不得杀吗？还是说，你情愿留在这幻境中？我不会杀他的。既然放不下，那我便不放了。他从来都不是我的敌人，不是我所求正道的阻碍。你的心魔是我吗？一直都是你。你会身在此处，是不是说明这里也是你的贪欲牢笼？那么，我也是你的心魔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只有两个人互为贪欲，才会进入同一个贪欲牢笼。是真的吗？谢雪晨，
也是我的幸福。穆玄灵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我们在两间山，这里是假的，是幻想。我带你出去。不！刚刚我感到一阵灵力波动，发生何事了？方才玉云的投影来过，他提到桑启在穆玄灵的神魂中种下了灵犀。我们挣脱贪欲牢笼之后，他便是如此模样。我试着输送灵力，根本就输送不进去。神魂之中，桑杰之前在暗域给他种下的灵犀，是在心脉的位置。如今看来，位置换了。你与他灵力同源，试试在他灵台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协调之处。他没有灵丹，灵台对他来说太过重要，我不敢强行抹除，只好暂时封印。若非我任由桑启带走他，他不会受此折磨。他眼下那颗灰指，也是神魂灵犀的标志吗？他身上是否还有其他东西？没有了。尊上，我的投影已死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您为何命我将圣女一块关进去？因为他们会在同一个牢笼。本尊想让谢雪晨知道这一点。这么说，圣女也爱着谢雪晨，可是为什么她……即使你想起了什么，只要有雾心水在，你就会再次受锥心之痛，再次忘却一切情感。以为与穆玄灵相爱的谢雪晨，不再爱谢雪晨的穆玄灵。哼，好徒弟，这个计划难道不比你的精彩的多？谢雪晨，穆玄灵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没事了。木心未绝，怎会有缺？灵犀已经被封印，没事了。
如今我与谢雪晨两情相悦，你趁他不在，单独入帐，怕是不好吧？还是说，男庄主就喜欢这样？昨夜，你是故意引我们发现灵犀的，对吗？真奇怪，每次都觉得骗你好像比骗谢雪晨要难一些。你为骗他，甚至可承受锥心之痛。只要能骗过谢雪晨，这点锥心之痛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是我没有想到玉隐会来，可能是师父怕演得不够真吧。如此痛过一回，谢雪晨定然不会留我一人了。若非如此，他肯定要将我送回雍雪城，这可不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你如今这般模样，看着倒是有些陌生。如今才是真正的我，从前那个不过是伪装罢了。你为我隐瞒，没有告诉谢雪晨，我很感动。在我眼里，谢雪晨不过是找到混沌珠的钥匙，而你与其他人不一样，你很聪明，第一眼就看穿了我。初见时，我还觉得你是个威胁，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或许我们能成为更亲密的朋友，对吗？你撤掉了结界，是完全信任他了？他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，也仍有可疑之处。但我想要相信他。若他再闹出事端呢？若是他能在我眼前闹出事端，那是我谢雪晨之过。你倒是与你的剑一样，一往无前，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是承担不起的。我该走了，但穆玄灵他隐下了。他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会照顾好的。知道了，走了。师父如此古怪，定然还藏着更多秘密，只怕就是与混沌珠有关。我得尽快告诉谢雪晨才行。城主，不行，世界过去，万一让净化宫弟子看见，一定会报告给师父。什么东西这么好看？你不是跟桑琪回暗域了吗？我的好友、爱人都在人界，我自然要回来的呀。桑琪怎么可能轻易放你回来？我才不信！我当然是心向谢雪晨，拼死跑回来的。唉，亏我还将你当好友，这点信任都不给。好友？
我们俩顶多算是能够打招呼的关系。给你几分颜色，还得意起来。唉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你要是想跟我当好友，我也不会拦着你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像这一拳一拳把你打成大谢雪晨都要走了，快点！不是，你等一下，我不能过去。我要是过去被镜花宫发现的话，师傅不会饶了我的，求求你。镜花宫的人都到外圈巡逻去了，否则我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你刚刚不早点告诉我？谢雪晨。高修士悄然来此，想必是有所发现。跟我来。此事应该跟妙华尊者有关。也就是说，镜花宫上一任公主妙华尊者曾与高庄主有过约定，妙华尊者迫使你母亲嫁给高庄主，利用她元婴玄女的体质温养混沌珠。但是他们并没有说，是妙华尊者替换了真的混沌珠。如果混沌珠不在镜花宫手中，素宁真怎会下到传宫给少公主啊？难不成是被我们谢盟主下的？不过，他没有提到真的混沌珠，只是没有说在何处。我从宫里出来，就连夜去找了妙华尊者。听闻妙华尊者卸下公主之位后便云游四海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原来他还在镜花宫。我幼时曾偷偷跟着师傅去了镜花宫附近的林子，那里有个山洞。师傅发现我后大发雷霆，立刻把我带走了。后来师傅告诉我，那里住着妙华尊者。当年他身染恶疾，将公主之位传给我师傅后，便隐居在那里。隐瞒这些消息是不想任何人去打扰他。不过，我这次去山洞以后，我才发现师傅都是骗我的。你是谁？尊者，我是秋民啊，高秋民。当年是您和师傅把我从明月山庄带回来的。是那个孩子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哼。自然是我那好徒弟做的。他姐姐死了，夜夜噩梦不断，不得入眠。就是不是来看看我这副模样，方能安心。你知道了什么？为什么而来？我想问您，混沌珠在哪儿？哼！用血城的那颗，被人发现是假的了。难怪他将功力传兵。是您将混沌珠藏起来了？那混沌珠现在在哪儿？没人将混沌珠藏起来，只是任何人都找不到。
没人将混沌珠藏起来，只是任何人都找不到它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师傅藏任何的东西啊。说不定混沌珠真的不在净化宫内。素公主与长老谈论的过程中，提到了明月山庄有当年的线索。既然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内情，那么过去的事情中，很可能就藏着找到混沌珠的关键。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很多事都记不清了。而且我爹也从来不许我去我娘的房间。那就只能去明月山庄调查了。那我们得尽快。我是偷偷从净化宫溜出来的，如果被师傅发现了，他定会派人寻我。你就不……我自然要跟你一起去明月山庄啊。也许会有危险。你体内的灵犀也不知是否会有变数。灵犀不是已经被封印了吗？再说了，我已修得玉阙宫，如果有什么危险，我更该与你一起并肩作战呀。况且现在南虚月不在，若灵犀出了什么变故，除了你，谁能控制住我？你也不想我再惹麻烦，对吧？走吧。不是，穆玄灵什么时候休息的玉阙宫？那不是谢雪晨的功法吗？还有灵犀是什么？危险在哪儿？不是，你们俩等等我呀！就没有人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哥，你再翻快一点嘛，快点嘛！阿宝，我都翻了好几日了，你让我歇会儿行吗？可是我好久都没见到我爹了，我真怕以后连他长相都忘了嘛。你不是说你没见过你爹吗？我是怕我娘以后连他长相都忘了。好，阿宝别哭啊，哥哥肯定帮你找，好吗？下一册。吃饭了。哥哥，你再帮我找会儿爹好不好嘛？阿宝，你看，哥哥真的每一页都翻过了。碧霄宫没有傅藏离这个人。那我爹在哪儿啊？我找我爹，我想找我爹。阿宝，你听我说，找一找好不好？阿宝，我想找我爹。或许还有一个办法。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把血剑给我吧。我帮阿宝找到爹之后，立刻还你。啊，家里的生意嘛，你是毫不关心，也不好好修炼。堂堂一宫少主，天天围着个灵族小丫头转，成何体统啊！阿宝一个小姑娘，千里迢迢来寻爹，我既然答应她了，那肯定得做到啊。寻爹怎么了？啊，还寻到我碧霄宫来了，真是。他爹叫什么傅苍离，说是世间最有钱的人族修士。我觉得可能跟咱们碧霄宫有关系。他爹叫什么？傅苍离啊。爹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，没听说过。你最近一直翻族谱、翻名册，就是为了查他爹啊？嗯。那丫头是灵族，他爹是人修，显然他是娶了个灵族妻子啊。哎，你可知平日里他们一家住在哪儿？这我哪知道啊，我没问那么多。
阿宝就说他爹已经走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回家，所以啊，爹，咱们更得帮帮他了。碧霄宫找不到，那你给我血剑，我出去找。不行。没什么不行的，不就是一个血剑吗？借就借了，是吧？是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拿出来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血剑。哎。 谢谢娘，还是娘知道藤原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我这儿再给你捶捶。血，谢谢你啊，阿宝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说你干嘛要借给他？血剑你也用过，除了蓝生所见，其他什么也看不着。血剑是需要至亲之血才能行的，所以说这缘分呢，找不到的就终究找不到，该回来的也注定拦不住。 由他们去吧，说不定会有一番结果呢。等等，这宝贝真能帮我找到爹啊？这个镜子啊，叫血剑，是我爹从一个邪修手里得到的。这个邪修练的是血祭之术，他以自己的心血为引，诱使他人喝下之后，再用这个血剑。 就可以得到与他血脉相连之人的感官，能见其所见。我以前好奇啊，把自己的血滴上去，结果就看到了我娘看到的东西。那我把我自己的血滴上去，是不是就能见到爹啦？不能，你只能看到他正在看着的景象。他们3个人是谁啊？看不清啊。为何有种被窥视之感？错觉。你爹不会是想跟踪他们吧？难不成他想劫道啊？我爹有很多很多宝贝，怎么可能去劫道？这种灵草好像不太常见，我听说只有明月山庄附近有。明月山庄？带上血剑，走，见你爹。 包子，包子，这里以前不是这么萧条的。包子，热乎乎的包子，哎。这位老先生，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何镇上会如此冷清？几位可知道这里过去有一个明月山庄？哎，据说早年啊，这里来了一群妖魔，将那庄子的上上下下屠了个干净，那里面的修士啊都死光了，镇上也受到了波及。大伙都说啊，这是不祥之地啊，死的人太多了，往后也不会再有人来庇护了。这不，能走的就都走了。 老人家，那您为何还继续留在这儿啊？嗨，我呀，就是在这儿生的。我要走，能上哪儿去啊？哎，来点儿。啊，不用了。好，好，慢走啊。我师父被带走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儿。
没想到人又不是你杀的，你该做的是报仇，不是难过。他这是安慰我。伤春悲秋的，浪费时间。走吧，先去明月山庄。三位，好久不见啊！傅修士，傅来生，姐姐，我可想死你了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姐姐。姐姐也想你，若你能嗅出混沌珠所在，就更好了。傅修士为何知道我们在此处？说来话也不长。哥哥，我有新发现，你快过来，你快来！我们用血剑发现了阿宝的爹在跟踪你们，所以就跟着一起来了。阿宝的爹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呀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后来我们再用血剑，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猜他是用了什么办法阻隔了法器的探查。你爹爹啊，倒是够神秘的。所以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血剑也不能用了，跟着你们，或许能找到阿宝的爹。还没有找到吗？没有，我已经让他们多派人手，沿着镜花宫通往明月山庄的道路搜寻了。早知如此，我便该将他禁锢在这房中。你难道还能将他关到死不成？人一旦生疑，便不会安分了。我方才去了一趟后山，秋明已经见过妙华了。他近来是越发不听话了。见就见吧，那女人心中最重要的便是镜花宫，什么都不会告诉他的。现在最重要的，不是找到秋明。罢了，那个地方留不得了。派人带上天阶法器去明月山庄，将我姐姐住过的整个屋子都毁了吧。好。你为什么非要好奇过去的事？有些事就不该重见天日。高诗诗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一些过去的事情。先去我娘房间吧，那里可能会有线索。没想到这里最后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也经历过当年的事，看到这些，你不害怕吗？过去那些事儿，我倒记不清。记不清？你以前不是挺记仇的吗？记不清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这里就是我娘的房间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我娘的房间。阿宝，这里灰大，你出去等我们。好。
分头找。奇怪，这里不像是有人住过的样子。莫非有人把你娘的东西都收起来了？不可能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爹一来就是待一下午，从来不让任何人靠近我娘的房间。这个法阵是大家所设，我们碧霄宫也有类似的禁制，用来保护珍贵的法器还有灵药。除非知道解除这个禁制的办法，否则是绝对不可能打开这扇门的。我不知道。让开！秘密就在眼前，去看看。我娘房间下面居然藏了一条这么深的密道，我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。看来高凤许对你这个当女儿的，也藏了不少秘密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千朵陪